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局部睡眠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团队完成这项新研究，他们使用光遗传学精准控制神经元群体活动，在完全清醒的小鼠大脑诱导出睡眠慢波，成功消除脑疲劳并大幅降低慢波活动，在分子层面触发突触瘦身与受体下调，成功恢复因睡眠剥夺损伤的记忆功能。Nature Neuroscience 2026年发表，这是精准光遗传与记忆修复的里程碑。清醒大脑持续感知外界，突触信息不断堆积，信息超载使大脑无法再学习新知识，必须切断外界连接，突触才能降维减负。睡眠是恢复大脑机能的唯一途径，能否在不脱机状态下偷偷清理大脑缓存？这需要探索非睡眠状态的神经清理机制，若实现，将彻底颠覆对睡眠必须性的认知。这为局部睡眠诱导提供了关键理论动机。在非快速眼动睡眠中，核心就是慢波活动。慢波活动由 ON 期波峰、OFF 期波谷交替构成。ON 期时，神经元群体同步且活跃的集体放电； OFF 期时，神经元群体彻底进入静默状态。这种规律交替节律驱动大脑的自我修复过程。慢波活动强度是衡量睡眠压力的黄金指标，它也是大脑稳态调节和突触重置的主干代码。掌握慢波机制为局部睡眠诱导奠定理论基石。科学家提出一个疯狂的假说，挑战传统睡眠观念。他们想在清醒小鼠的局部脑区强行诱导睡眠慢波。睡眠的本质是 ON 期与 OFF 期的规律交替节律。如果在一小块脑区播放这种节律，会产生什么效果？大脑会以为自己在这段时间已经睡过觉了吗？示意图中左半脑显示杂乱电波，右半脑呈现规律慢波。这一假说试图通过局部诱导欺骗大脑的疲劳感知，它为清醒状态下的神经修复提供了全新思路，尚需验证。光遗传学通过基因改造给神经元装上光控开关，激光照射就能瞬间激活或抑制这些神经元。这项技术实现了微秒级的精准控制，它让人们不再依赖全身麻醉或药物干预，只需一束光就能操控局部脑区节律，这为在清醒状态下诱导睡眠波提供了可能。但前提是需要对小鼠进行基因改造。光遗传学成为探索大脑修复的关键工具。研究采用2种小鼠模型来制造神经元静默期。第一种模型激活抑制性中间神经元至被动静默，这种激活导致全局网络抑制并产生正向慢波。第二种模型直接抑制兴奋性锥体神经元活动，该方式实现网络主动静默并产生负向慢波。2种模型都能在光照下瞬间制造出静默期，它们分别代表了迂回战术与直接关机路径。殊途同归验证了光遗传控制的灵活特性。实验采用光电极与对照电极的搭配，光电极既能发射激光，也能读取脑电。对照电极只记录信号，不施加光照。左右脑区域功能完全相同，只对左侧脑区进行激光刺激，同时严密监控双侧的脑电波变化。这种自身对照设计排除了个体差异，局部诱导的效果由此一目了然。实验总时长是5小时，前 4.5 小时给新玩具强制清醒，小鼠保持 100% 活跃状态，这累积了巨大的睡眠压力。最后30分钟启动关键操作，小鼠依然清醒，左脑接受激光脉冲，激光频率从1赫兹平缓升到3赫兹，这模拟了自然入睡时脑电波放缓。地电图显示，小鼠身体完全处于清醒状态。对照侧右脑呈现典型的低幅快波，光诱导的左脑在激光击中瞬间出现高振幅慢波，3条波形曲线同步记录，形成鲜明对比。这表明局部脑区可以被清醒身体下的激光成功诱导睡眠节律。实验结果验证了光遗传技术制造局部睡眠波的能力，身体清醒却大脑局部打呼噜成为现实。这一发现为后续消除睡眠压力奠定了基础。第一重闯关目标是消除大脑的巨大睡眠压力。研究团队将慢波活动强度作为首要疲劳标尺。小鼠已经持续经历了5小时的强制清醒挑战，此时大脑处于极端疲劳状态，睡眠压力巨大。如果光诱导能在清醒时让局部脑区真正休息，那么被光照过的脑区应该认为自己已经睡够了，它的慢波活动必须显著低于未受光照的一侧。这将证明在清醒状态下也能提前释放局部疲劳。诱导侧脑区的慢波活动出现断崖式下降，对照侧表现出强烈的睡眠反弹，慢波活动极高，这表明光控睡眠成功提前释放了局部疲劳。
慢波活动强度是评估大脑疲劳的黄金指标。诱导侧慢波活动数值显著低于对照侧神经网络同步性也大幅降低，局部疲劳消除局部睡眠压力，因此被成功清空，效果显著。这一结果验证了醒着睡消除疲劳的假设。既然静默消除疲劳，持续静默效果更好吗？左边是规律开关节律，右边是彻底关机，这个对比旨在检验节律本身是否不可或缺。虽然静默可清理超载，但修复依赖周期重置，单纯延长静默时间可能无法启动稳态调节，因此需要直接比较两种模式消除疲劳的效果。这个问题直接关系睡眠修复的核心机制，后续实验将给出节律是否必要的答案。持续抑制模型用黄氏蛋白让神经元长期静默，实验结果证实，单纯关机无法降低睡眠压力。神经元不是机械零件，单纯关机毫无修复效果，必须像呼吸一样维持开与关的交替节律，只有交替节律才能启动底层的稳态重置程序。红色叉号明确标记了持续抑制是无效的路径，因此节律而非静默才是大脑修复的密码。这个结论强调了节律在修复中的核心作用。研究进入第二重闯关目标，聚焦分子层面。清醒状态下，突触变得粗壮且塞满受体分子，这被称为清醒超载期，信息过载导致拥挤。真实睡眠中，突触会经历瘦身修剪过程，修剪后突触变得精干高效，内部结构精简。问题在于，光控诱导能否引发同类分子变化？只有细胞证据才能确认局部睡眠的修复深度，这为后续蛋白质定量分析提供必要基础。蛋白质定量分析证实了分子层面的修复效果。诱导侧 GUA1 蛋白水平显著低于对照侧。GUA1 是衡量突触强度的关键标志物，磷酸化 GUA1 作为活跃度指标大幅减少。统计检验表明 P 值小于 0.01 差异极显著，这表明光控睡眠触发了突触稳态降维重置，分子层面变化与真实睡眠效果完美一致。微观证据进一步巩固了局部节律的有效性。目标3是行为学验证，测试光遗传能否修复记忆。睡眠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巩固白天学习到的记忆。完全睡眠剥夺后的小鼠会出现严重的记忆错乱，它们无法分辨熟悉的地板和陌生的纹理地板。图片展示了行为学测试箱中的两种地板设置，左侧是光滑的熟悉地板，右侧是陌生的波纹地板。研究者好奇光控局部睡眠能否修复这种认知损伤，如果成功，就证明局部节律能替代睡眠的记忆功能。行为验证实验设计了3个关键步骤，首先让小鼠学习一种新纹理，随后在剥夺睡眠的1小时内，对双侧 M2 和 S1 脑区施加光诱导。这4个靶点同时产生局部 OFF 期，第2天进行记忆力测试，判断光刺激能否挽救认知损伤。步骤明确，靶点清晰，结果才有可比性。光诱导组的行为表现与自然睡眠组高度一致，纯剥夺睡眠组记忆混乱，新旧地板探索比率接近1:1，剥夺加光诱导组则奇迹反弹，完美恢复新颖性偏好。3组数据的镶嵌图直观展示了这一显著差异。统计学检验证实，光诱导组成功逆转了认知损伤，这意味着局部光控节律能挽救行为学记忆，但结果仅限于纹理辨别这一特定任务。更复杂的认知功能尚需进一步验证。光遗传学激光刺激是整条流水线的起点，它强行制造局部脑区的 on 与 off 节律，这种电生理节律在分子层面削弱了突触的兴奋性强度。具体指标是 GO-A 蛋白水平显著下降，宏观上则表现为局部睡眠压力指数的降低， SWA 强度被有效提前释放，最终结果是巩固记忆并挽救认知损伤。睡眠并非魔法，而是一条可拆解的精密流水线。综合功效对比表格显示，光控节律诱导效果出色，自然睡眠消除疲劳、剥突触瘦身与记忆恢复均达标。持续静默模式在这3项指标上全部失败，光控节律诱导则3项全部成功，与自然睡眠一致。核心洞察是人工节律完美复刻自然睡眠核心功效，证明睡眠修复关键不在全身休眠，而在节律。持续关机无法替代规律的开与关交替，局部光控节律为无创脑机接口补觉奠定基础。进化早有先例，海豚等动物天生具备单半球睡眠能力，一半大脑警觉，另一半则进入休眠状态。
普通哺乳动物此前无法实现这种局部睡眠。这项研究首次在小鼠身上精准复现了该生物学奇迹。它用光遗传技术让清醒大脑的一侧出现睡眠节律，这证明睡眠可被剥离为局部神经运算过程，成果向自然进化致敬，也拓展了睡眠调节的边界。局部睡眠或为未来无创补觉提供进化灵感。这项研究重新定义了睡眠的本质。睡眠并非全身性的绝对状态，它是一种局部的、可剥离的神经运算过程。研究在普通哺乳动物上验证了这一原理。未来人类或能借助无创脑机接口技术，让大脑中疲惫的特定区域轮流在线补觉，甚至在专注工作或驾驶航天器时实现。一个无需闭眼的赛博纪元或许已拉开帷幕，下一步需要攻克无创刺激的精度与安全性。